的感恩，我觉得最先要感谢的、感恩的是父母。不知道什么因缘，也不是我想来，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就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间。我对父亲的印象非常的少，因为我2岁父亲因公去世了，所以从小的记忆当中只有母亲。在我印象中，还记得很多片段，小时候的时候，有时候跟着妈妈去上班。我还记得有一次下大雨，我母亲的上班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，所以下大雨，母亲背着我。那时候家里比较穷，连雨伞都没有，所以妈妈找了一块塑料布，她背着我，我就拿这个塑料布兜着自己和兜着妈妈在雨里走。像这种片段在印象中非常的深刻。因为母亲的关爱，所以从小呢，我同学们就是邻居们都会骑单车，母亲不给我骑；大家会游泳，母亲不给我去学游泳。所以其实什么东西，我到了50岁的时候，什么东西同学们都会，我似乎除了练武术，其他都不会。也许这就是母亲用自己的心血去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一种方法。我们6天的在学校里住宿，那只有星期6晚上才回家。但是妈妈每一次在星期3的时候，她放假的时候，她不休息星期天，她休息星期3，那常常在星期3的时候就到学校去，去见我，去买点东西零食或者看看我。其实这违反学校的规矩，但是因为我母亲的执着，使得我的教练也没有办法，也只能让她进来。那别的同学的家长都不来看，只有我的母亲来看，心情也挺复杂，在小孩子心里，有时候很开心，有时候又有一点点责怪母亲，觉得不好意思。在生命的过程里面，母亲都用自己的方法来给予关爱，而在10来岁、20来岁的时候，可能我并不认同母亲的这种关爱，直到自己有了孩子，才知道其实母亲的伟大。母亲做任何事都希望孩子们健康的成长，哪怕是孩子做错了，他都会包容。所以我一直很尊重女性，我觉得母亲就像大地，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，你种好的种坏的种任何，它都无怨无悔的陪伴着你的一生。2000年的时候，母亲病重，我在法国工作，等我真正知道，我姐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已经知道事态很严重了，所以我从法国赶回来的时候，问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我？那我姐姐说，妈妈说你从小就怕见死人，见了死人你会害怕，所以她不希望叫你回来。其实我已经很成人了，但是永远孩子在母亲的眼里是孩子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白雪公主，其实也不小了，5、6岁了，看白雪公主，那个巫婆就给白雪公主吃了个苹果，完了她就可以在镜子里看见那个巫婆的真正的样子，那个巫婆那个脸是绿的，那个小人书那个彩色，脸绿的，舌头就是很丑。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害怕，可能我小时候比女孩还害怕，吓得就完全睡不了觉，所以哭着闹着让姐姐陪我去找妈妈。姐姐也没有办法，最后只能带着我去到我们的马路上，妈妈必经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就一直很冷，就坐在那里等，坐在那里等。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年小的时候太胆儿小，也可能母亲还记得我真的可能是怕
死去的动物，死去的人。所以在他临走的时候，还是这样叮嘱我的姐姐们说，不要叫我回来。而这个原因对于一个已经成年人来讲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。其实我也知道我在最后的阶段不能做什么，医生也做不到什么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买了一个观音菩萨的6字大明咒，摆在他的床边，不停地放，我也在旁边不停地念，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是我那个时候默默地告诉母亲说，作为一个儿子，我已经尽心尽力的去努力，帮助家庭。在未来，我一定发出更多的光和热，带给更多人的快乐和幸福，或者哪怕尽可能的在未来减少他人的痛苦，我一定努力去做，来报恩，来报答你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来。你给我带到这个世上来，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个小小的家庭，可能还更多。虽然你离开了，但是作为养育之恩，作为我能够报答的，就是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，不断的为他人付出爱，付出关怀。所以我也想说，母亲，你不管在哪里，我向你保证的，我永远会做到，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到，以报答你对我，你和父亲把我带到这个人世间一次。母亲的恩情啊，那种宽容，是我每一个人，我想都终身难忘的。我们并不一定要等到自己做了父母才去理解我们的父母。其实所有人如果能够提早去反省一下，我们在世上能够生存，能够学习，如果我们有快乐如果我们可以恋爱，可以在事业上在任何时候得到快乐，如果没有父母从小的无私无悔的付出的话，也不会有我们今天。所以报答父母的恩，是作为一个人，我想最基本的要求。所以我深深的感激父母。